这个集中营里全都是金发碧眼的洋妞，她们的身份并不简单，有政要军官的老婆，也有上流社会的名媛，可她们却每天被鬼子无情的虐待。女人被反绑跪在地上暴晒，她周围全是布置好的尖刺，一旦身体顶不住，后果可想而知。边上的同伴默默看着，没人敢吭声。经过一天一夜的暴晒与缺水，女人开始顶不住了，嘴唇干裂，皮肤晒伤。这时鬼子走过来，他面无表情，直接拔出武士刀。谁能想到身娇玉贵的贵妇们竟会落得如此下场。1942年2月的某一晚上，新加坡国际大酒店里正举行着一场盛大的酒会，当地富商政要在此寻欢作乐，原本美好的夜晚被一声巨响打断。很快一个军官闯进来，日军攻势猛烈，很快就打到新加坡，这里随时会沦陷。所有人心头一惊，赶紧撤离。日军的炸弹很快在周围爆炸，来不及收拾，大家就匆忙跑上了逃命的轮船。船上几乎都是妇女儿童。本想着根据国际协定，各国军队不能对妇女儿童等无辜平民发起攻击，但嚣张的鬼子哪会管那么多，丧心病狂地对着轮船就是突突突。无数妇女儿童惨死在鬼子的机枪下，轮船没有任何反击的武器，不一会功夫就被炸得遍体鳞伤。眼看船马上要沉，大家只能各顾各的弃船逃生。他们在冰冷的海水里飘着，3个女人防止被海浪冲散，紧紧地拉住对方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们被冲到了附近的小岛，走过一片沼泽，又穿过一片红树林，终于看到一条马路，以为得救，却迎面来了一大群鬼子。此时的他们衣衫褴褛，生怕鬼子们会对他们图谋不轨。这时一辆车停在他们身旁，日本军官小胡子猥琐地对着他们笑，把3人忽悠上了车。一路上小胡子有意无意与他们闲聊，对击沉轮船的事表示抱歉。女人当即表态，日内瓦公约规定不能随意攻击妇女儿童。小胡子冷冷一笑，日本可没有在公约上签字，战争嘛，一旦开始哪还有什么规则。3个女人被带到一个镇上，小胡子留了句祝你好运就走了。正当他们以为遇到了好人，一条鞭子就抽了过来。几个鬼子把他们押到一个广场，这里大部分都是船上的人。鬼子们把男人和女人分开，男人就地处决，女人则被带到一个集中营，这里关押着各国妇女。2战期间，日本举全国之力到处侵略，为了有足够补给给前线士兵，他们一边占领一边烧杀抢掠，奴役战俘。在这里，女人们没有任何人权，每天要进行繁重的劳作，住在四面透风的破房子，吃的是一顿残羹剩饭。这里没有干净的水源，也没有任何生活用品。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，鬼子的恶行也愈发疯狂。一个女人晚上去小解，鬼子突然从身后出来，想图谋不轨，女人不停挣扎，最终把鬼子推进粪坑。不甘心的鬼子次日便把女人关进竹笼里暴晒，随后又暴揍一顿。女人被打得浑身是伤，这里没有任何医疗设备和药物，只能喝几口私藏的酒来麻痹自己。还有更过分的，这天鬼子拖着一名女人丢在广场，女人趴在地上瑟瑟发抖，鬼子拿起一桶汽油浇湿了女人全身。小胡子走过来点起火柴，女人瞬间成了火人，她就这样被活活烧死。这天女人们收到一份名单，只要是年轻漂亮的姑娘全都榜上有名。她们被带上卡车，辗转来到一处大别院，这里是鬼子高官的娱乐场所。大厅里放满着各式各样的水果和食物，女人们看得眼都直了。只要愿意在这里工作，不仅能吃好穿好，还不用干繁重的劳活。不少人选择留下来成为鬼子的玩物，不愿意留下的则被带回集中营。集中营的日子过得越来越苦，不少人因为饥饿和疾病相继死去。一次升旗的时候，有个女人看到鬼子旗子，小声的吐槽，天天挂个姨妈巾，鬼子可真有才。这番话被不远处的鬼子听到，而迎接他的将是惨无人道的惩罚。他被罚跪拜日本国旗，腿间放着钉木，
身前身后更是插满了锋利的尖刺，只要身体稍微摆动，身上就会多几个血窟窿。女人跪在地上一天一夜，在她快要撑不住的时候，小胡子走过来，手起刀落。众人纷纷转过头，不忍直视。死去的人越来越多，转眼间女人们被困集中营已经快2年了。此时的日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，翻译官偷偷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女人们，所有人都激动不已，他们只要再坚持一下就能离开这个地狱。这天鬼子把所有人都赶上车，一路辗转，他们被转移到了更隐秘的地方。这里比集中营更艰苦，只有那么几间破房子，没有任何食物，他们要自己动手修缮房屋，自己找吃的。实在没办法的时候，蚂蟥蜗牛也得往嘴里塞。女人们围在火堆旁，彼此鼓励着要活下去。可信仰终究敌不过病痛的折磨，坚持不下去的人慢慢的也都死去了。屋外的坟墓越来越多，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，战争终于结束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女人们忍不住哭泣，她们终于获得了自由。鬼子陆陆续续撤退，可他们并未对自己所做的暴行道歉。2周后，盟军士兵找到了女人们，他们被安排送往新加坡和雅加达治疗，许多人至今仍然健在。那段痛苦的记忆将永远留下烙印，也成就了这部电影《天堂之路》。